要睡回屋睡去，别在这感冒啊！不，我要跟你一起睡。哦，我是说，等你睡了，我就睡。啊，哼，你们这大半夜孤男寡女的，你说话得注意点影响，这万一要被我的粉丝知道了，多不好。算了吧，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啊。自己花钱买的僵尸粉，还好意思舔着脸说？那又不是僵尸粉啊，僵尸粉它也是粉丝啊，又不是僵尸。行了啊，赶紧吧，回屋睡觉去，别在这待着，打扰我工作。哎，我说我就奇怪了，平时也没见你这么喜欢工作，今天怎么了？我不敢自己一个人回屋睡。什么？这第三频道响当当的女汉子说自己不敢一个人睡，是你说错了还是我听错了？来，讲讲我听听。最近听说有怪物出没，都已经伤了好几个人了，而且都是女孩，而且还毁容。你脑子有病吗？你可是一个新闻记者，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战士，这些话你都信？哎呦，那怎么了？别的我不怕，毁容也太可怕了。哎，真不知道女孩子想些什么。爱在那儿待就待着吧。大家好，欢迎收看《谜局》第2季。城市中出现了人形怪物，这不禁让人毛骨悚然。然而，这可信吗？我相信大多数人对此都会表示怀疑。但是世界上关于人形怪物的传说比比皆是，而最著名的就是2009年9月17号，英国《每日邮报》刊登了一篇配图报道。一群孩子在巴拿马南部海边玩耍时，发现了一个岩洞。当他们刚一爬进洞口，一只像人一样的无毛怪物就冲他们奔了过来。出于自卫，孩子们拿起棍子就将怪物打昏了，并且还拍摄了几张怪物的照片。但是在随后警方的调查中，却再也无法找到这个怪物的踪影。当然，这仅仅是传闻。不过这一次出现在圣龙小区的怪物是真的吗？难道说传闻中的神秘生物真的存在吗？就在此时，这个离奇的黑影又一次出现了。小谢，接电话，电话响。喂，你好，我是第3频道记者童心。不好了，我们小区出怪物了，请你们记者赶紧过来调查一下吧。不好意思，麻烦您说清楚一点。刚才我女儿从外边回了家，在小区里边看见了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的怪物。那个怪物看见我女儿之后就扑上来了，然后拖着我女儿就要往树林里头走。之后怪物看见有保安过来，就放了我女儿逃走了。你们没有报警吗？报了，警察过来以后在小区里巡视了一圈，没发现什么，给我女儿做了笔录之后就走了。好，我知道了。那把您的姓名、电话还有住址告诉我一下。龙盛小区。那您方便的话，我们现在就过来吧。好嘞。就是咱们附近那个小区，真有怪物出没。怎么样，我没说错吧？那你去不去啊？去吧，我可是坚定的唯物主义战士。心雨呀，别怕了啊，有爸在身边呢。爸，咱们搬家吧，我真的不想再住在这儿了。
记者来了，你坐着，我去给他们开门去啊。你们是？啊，你好，我们是第3频道的记者，请问刚才是您打电话吗？哦，是我说，快请进。来，我来。请坐。刘叔叔，要不您先跟我们说一下具体的情况吧。还是让我女儿心雨跟你们说吧，这孩子真是吓坏了。心雨啊，这2位都是电视台的记者，你把刚才碰到的事儿跟他们说说，甭害怕，老爸在这儿保护着你呢。啊，我们也会保护你的，你有什么就尽管说出来，我们一定会尽量调查清真相啊。尽量说的详细一点，不要错过任何的细节。姨妈开车把我送到小区门口，时间大概是11点左右。刘叔叔，我听说你们这个盛隆小区最近几天一直都在闹这个怪物的传说，是吗？是啊，一开始以为是谣传，没想到是真的。我听说这个怪物专门给女孩子毁容。这个倒没听说，也没听说这小区有哪个女孩被毁容了。不过这事情也还真不好说。心雨，你当时看见那个怪物的样子了吗？脸上，他脸上的皮都皱着，像猿人，就像电视里说到的那个野人。猿人，坏了，不会是远古入侵吧？别胡说八道。那难不成真是野人？可是这神农架野人不是一直都是个未解之谜吗？你想什么呢？怎么可能啊？这城市里面怎么可能有野人？要真是有野人，他们生活在哪儿？这城市里面也不适合他们生活呀。再说了，吃什么喝什么？哎，要真是有野人的话呀，你早就上报纸头条了。那要这么说，还就只能是怪物了。刘叔叔啊，这世界上哪有什么怪物啊？而且就算真的是野人，那也只是一个物种，不是什么怪物啊。哎，这事儿可不好说。现在这说不通的事儿可多了去了。刘叔叔，这只是现在的科技还没有发达到那一步，等科技再进步一些，这些谜团不都迎刃而解了吗？心雨，你刚刚说那个怪物，或者说是那个野人，他还在你耳边说了几句话。现在想想，他当时好像是要跟我说些什么，可是他只发出一种嘶哑难听的单音节，我也不知道他要表达些什么。那么其他的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对了，你们说那个怪物该不会是喜欢上我了吧？心雨，胡说什么呢？哎，对不起啊，我这闺女啊就爱开玩笑。没事儿。
心雨挺幽默的。我说的是真的。如果要真是那样的话，我倒觉得还挺浪漫。要不，明天晚上我再去试试吧。心雨，说不定真的就像我说的那样呢。心雨，别胡说了。你准是给吓坏了。去，回屋睡觉去。对不起啊，记者同志，我这闺女啊，就是不着调。你看，这说的什么呀？净是些不着调的话。哎，你们原谅啊。没关系，没关系。对了，刘叔叔，大概的事情呢，我们也了解的差不多了，我们就先回去了。您放心，这件事我们保证会跟进调查的。好，那谢谢你们。不客气。那我们就先走了。哎，笑什么笑？我不就有点害怕吗？我没笑你，我笑那个刘新宇。笑他干嘛？哦，你笑他最后说那几句话呀？有什么好笑的？人女孩子嘛，思维跳跃一点。我告诉你啊，她不是思维跳跃，她有病。什么呀？人家女孩长得漂漂亮亮的，能有什么病？妄想症啊！别胡说八道。我可没胡说八道。你还记不记得我在他桌子上拿了一瓶药？那种药叫思维通，学名叫利培酮，是一种抗精神病的药物，而它最广泛的作用就是治疗妄想症。所以我觉得这个刘新宇很有可能是得了妄想症中的一种，叫做情爱妄想症。而这种妄想症的症状，就是能够把任何的东西都幻想成自己爱慕的对象。比如说一个枕头，一个布娃娃，一杯水，或者是一个怪物。你的意思是说，这些包括这个怪物，都是刘星宇自己幻想出来的？有可能，但是呢，也不排除刘星宇是受到惊吓之后诱发的妄想症，而且是非常严重的那种。那照你这么说，这个刘星宇还是因为受到了怪物的惊吓之后，才会出现妄想的。那这个怪物还是存在啊？有可能，谁知道呢？有怪物！哎，你可笑死我了！谁能想到最著名的女汉子居然还害怕怪物？哎，混蛋！我打死你！该吃药了。我觉得那个怪物可能是真的喜欢上我了。不行，我现在要去找他问清楚。心雨，你听我说，这么晚了，那怪物肯定也休息了。明天爸陪你一起去。现在咱们先把药吃了，啊。电话。看什么呢？这么专心？查野人之谜呗，看看野人长什么样。反正都不是你喜欢的类型，
哟，怎么了这是？怎么了？还不都是你打的吗？怎么了？行，别装了。你待会儿跟我再去一趟那个有怪物的小区啊。又过去啊？我跟陈总已经汇报过了，但凡咱们能发现点什么，就又是一期选题。咱们最近不是闹选题荒吗？不得加把劲儿啊！哎呀，再说了，这要再找不着选题，咱们俩就得成野人了。哎呀，你别坐着了，跟我走吧。我不去啊。赶紧。这附近怎么都没什么人呢？你问我，我问谁去啊？不会是被这野人吓得不敢出门了吧？有可能。就像你这样的，再被野人给抓走当个媳妇儿，你说要是生个小孩得长什么样啊？不说话能憋死你。再说了，就不能人家是个女野人？行了，哎呀，咱们还是得找个人问问他。哎，先生，你好，我们是第3频道的记者。啊，有什么事吗？我们听你们小区的居民反映说，最近几天这个小区有野人出没，所以想跟您打听一下情况。确实有这么回事。前2天晚上我加班回来也碰见了。啊？那您能跟我们说一下具体情况吗？哦，对了，这个是我的搭档袁记者。你好。你好。这样吧，这外边挺冷的，你们2个跟我回家里头，我仔细跟你们说说。哎，行。麻烦你了。喂，我跟你说，昨天晚上我在小区里遇见怪物了，特别可怕。后来记者就过来了，好像说是野人什么的。可不是嘛，那个野人非要把我往小树林里拽，后来被保安拦下来了。可是我觉得那个野人好像是有什么话想跟我说，没准儿会不会是他喜欢上我了呢？真的真的，我没有胡说。他昨天晚上就趴在我脖子上跟我说话，可是我什么都听不懂。你放心吧，我知道了，我也就是跟你说说。再见。今天晚上你还会再来吗？请进。坐。我去给你们倒2杯水啊。谢谢。好，谢谢。李先生，您原来也在天启大厦工作啊？去年的事情了。去年秋天就辞职了。哦，那李先生，您现在给我们讲一下那个关于怪物的事情吧。啊，那个怪物我见过。啊？那一天晚上我进入小区以后。
就这么跑了？是。那李先生，您能给我们描述一下那个怪物长什么样子吗？基本上和人的体型差不多，也穿着衣服，但很破，都是一条一条的样子，脸也很脏，全都是毛，有点像猩猩，又有点像人。哎，李先生，你看一下，跟这个照片上是不是有点像？当时晚上特别黑，我没有看太清楚，但是和这照片上的样子八九不离十。那李先生知道这照片中是什么吗？知道，传说中的野人嘛。原先我在完美生物科技公司上班的时候，曾经在神农架找过这种生物的毛发，曾经想试图破解一下这种生物的 DNA 呢。那根据您的分析，那个怪物它是野人吗？这个不好说，因为现在很多证据都显示神农架可能会有野人，但是到现在我们谁也没有抓到过真正的野人。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知识来讲的话，野人是绝对不可能生活在城市之中的。那有没有可能是从山里跑出来的？从基因的角度来讲的话，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为什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说让你们从陆地上突然间搬到水下去生活，你们觉得你们能坚持多久？这估计1天都够呛吧。同样道理，如果是野人的话，他绝对不可能在城市之中生活这么长时间的。再一个，他身上的 DNA 和我们人类相似，一旦和我们人类接触的话，极有可能被我们人类身上所携带的病菌立刻杀死。哎，李先生，您为什么说这个野人在这儿生活了很久？难不成你很早就知道这个野人的存在了？这个，1周前我也是听小区的人们说，小区里面有怪物，我猜的。那会不会是其他什么怪物呢？这个不好说，因为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太多的不解之谜了。也是啊，其实我觉得吧，这个东西很大一部分可能应该是人们的恶作剧，您觉得呢？哎，可是元旭，李先生刚才都说了，这怪物脸上可都长着毛呢。这个吧，这个什么都有可能，毕竟我们还是要找到真相。李先生，你怎么了？要不要我们送你去医院啊？李先生，李先生，你们怎么了？你没事吧，李先生？没事，刚才不小心绊了一下，撞了一下头。可是你刚才……好了，既然李先生没事儿，我们就改天再来，你休息一会儿。真是不好意思啊，头疼的老毛病犯了。没关系，童心，把东西拿来。那我送你们。慢走啊！慢走啊！好的。怪物真的是怪物，但是怪物真的存在吗？在网络上曾经流传着这样一条新闻：深山中某个村落，在一段时间之内，连续在深夜传出凄惨的叫声，而且在第2天都会发现一位死者被咬断脖子，表情惊恐。于是，在村子当中开始出现流言，并且有人说看到了吸血鬼出没，一时间搞得人心惶惶。然而，当警方介入调查之后，发现
其实这所谓的怪物就是闯入村中的恶狼，而声称看见怪物的那名村民则患有轻微的精神分裂症。所谓的怪物其实是一场虚惊，但是这一次李东灿看到的是什么呢？怪物真的就在他的身边吗？你刚才干嘛把我拉着走啊？那个李东灿明显很奇怪，好不好？还有卫生间那声惨叫算怎么回事吗？当你问李东灿那个野人在这小区出现了多久的时候，他表情明显一愣，这里边肯定有古怪。我知道，这个李先生确实是有什么隐瞒着咱们，可是咱们无凭无据的，总不能强迫别人吧？我想这样，咱们呢现在先去找个地方把肚子给填饱了，然后晚上再回来，看看能不能碰到那个野人。完美生物，童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你喜欢我，可以直接跟我说呀。不管你是不是野人，我都会和你在一起的。镜子，镜子，你说我好看吗？野人先生会喜欢我吗？新宇，打扮这么漂亮干嘛去？爸，今晚有个同学过生日，不打扮漂亮一点怎么行？都这么晚了还去啊？对呀。要不我送你去吧？不用了，爸，一会儿会有同学开车来接我的，爸你就别担心了。好。新宇啊，把药带上，别忘了吃药啊。你放心吧，爸，我会记得吃药的。怎么都这么半天了，连个怪物的影儿都没见着？估计时间还没到呢，再等会儿。冻死我了！你坚持坚持啊！你在哪儿？我来了，我在这儿等着你。你没让我失望，终究还是来了。接下来我们要去哪？
人呢？对呀，我刚才明明听见有个女孩子声音。女孩子？不会是刘星宇吧？你要带我去哪儿？是不是忘带什么东西了？哟，童记者、袁记者，来来，请进，请进。你们这么晚了，这是？啊，刘叔叔，星宇在家吗？他没在家，说是和同学聚会的。您找他有事儿吗？啊，想找他再问一些事情。您能帮我给他打个电话吗？可以，可以，我马上就打。等一下，我先接个电话。没关系，是爸爸的电话。喂，爸爸，有什么事情吗？喂，新宇啊，我在同学的车上呢，记者要找我。哎，你等一下啊。哎，星宇，我是袁记者。袁记者，有事儿吗？我在同学聚会的路上呢。谢谢袁记者关心，我会注意安全的。现在没有问题了。啊，打扰您了，刘叔叔。既然星宇没在呢，等他回来了，让他们给我回个电话。哎，好嘞。这个呢是我的名片。好，谢谢你。那刘叔叔，我们先走了，您早点休息。哎，好。哎，您慢走。您慢走。哎。哎，好。哎。这就是你住的地方。我在这等你，去吧。对了，爸爸叫我按时吃药。可是，我吃还是不吃呢？如果我吃了药，就会醒过来，他会不会怪我呢？
红琴，你知道那个李东灿家住哪栋楼吗？好像就是那栋吧。哎，亮灯那一家好像就是他们家。有没有兴趣跟我去看看？好啊。你是谁？我是那个怪物的哥哥呀。那你弟弟呢？他说他有事儿先走了。要不你先回家吧。这是我爸爸给我的药，叫我每天按时吃。可是我吃过药之后，就会醒过来，就再也见不到我喜欢的人。我不想吃。你要听爸爸的话，等你病好了，你也能遇见你喜欢也喜欢你的人啊。可是我吃了药之后，就看不到你弟弟了。我弟弟也希望你赶快好起来啊。先把药吃了啊。哎呀，我给你倒水啊。送你回家吧。谁呀？李先生，我是第三视角的记者啊，今天咱们见过面。这么晚了，你有什么事吗？啊，李先生，还是关于怪物的事情，想打扰您几分钟。稍等一下啊。外面有坏人，你先躲起来，等我把坏人赶走，好不好？跟我来。外面现在来坏人了，然后你在这里等我把坏人赶走，好不好？袁记者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吗？哦，能进去聊聊吗？再来吧。看来李先生不愿意让我们进来的原因，不会是金屋藏娇吧？袁记者真会开玩笑，我这么一个失业的男人，上哪金屋藏娇啊？哈哈。二位记者，这么晚来是？啊，我们是想再来跟李先生多了解一点关于怪物的事情。我白天不是已经跟你们说得很清楚了吗？啊，其实我们呢就是在这个小区里面随便转转，可是忽然啊就看见一个黑影跑到你所在这个单元里了，于是我们就追过来了。你的意思是，那个怪物跑到我的单元里了？你说的没错，是有那么一个黑影啊，不过也可能是两个，谁知道呢？没看清楚。记者，你看错了吧？如果那个怪物跑到我的单元里面，肯定会有动静的。没说话，先做准备，表示下面的话十有八九是有问题的，目不正视，心虚的表现，
双手不断的搅在一起，代表他内心非常的纠结。李先生，我这会儿有点内急，借一下您的卫生间呀。不好意思啊，袁记者，我那卫生间漏水了。哎呦，这么不巧呢？啊，那算了，我再忍会儿。啊，那既然这样，那我们也就不方便打扰了。先走。你干嘛呢？疼死我了！对不起啊，童记者，我起猛了。怎么样？没事吧？脚崴着了。脚崴着了。哎呀，这李先生，您有红花油吗？冰块有吗？我去看看。行，谢谢啊。怎么样，童记者？没事吧？太对不起了。刘新宇可能就在这房间里。啊？怎么样啊？哎呀，疼！不好意思啊，我那冰块用完了，你们还是抓紧去医院吧。哎呀，那行吧，那就这样，我陪你。哎呀，小心点啊！哎去。真相大白，李东灿就是怪物的扮演者。而李东灿的举动不禁让我想起了一个医学名词——易癖症。所谓易癖症，就是指患者在受到强烈的刺激或者心理暗示之后，产生了一种异于常人的表现。他们经常会把自己想象成是某种不切实际，甚至是在生活当中根本就不会存在的东西，并沉迷其中。从李东灿的表现来看，他很有可能就是一名易癖症患者。可是说到这儿呢，我们不禁又产生了疑问：为什么李东灿在发病的时候仅仅对刘新宇产生了兴趣呢？此时的袁旭还并没有发现李东灿的异常。不过，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惊天的秘密也将随之浮出水面。好了，本集的故事到此结束，我们下集再见。不好意思啊，我那冰块用完了，你们还是抓紧去医院吧。哎呀，那行吧，来，苏姐，我背你。哎呀，小心点啊！哎去。李先生，这是……我就说你金屋藏娇吧，你还不承认？是，刚才不好意思啊。天哪，
你们家有客人吧？赶快睡觉去啊！谁是你亲爱的？我不认识你，你是谁？哈，李先生，这怎么回事啊？这是我女朋友，脑袋有点不清醒，吃点药就好了。哦，吃点药就好。哦，是那种药吗？哎，是，就是这个药。我刚才还找来的，原来在这儿啊。李先生，那请问一下，你女朋友叫什么名字啊？她叫……怎么不知道？让我来告诉你吧，这位美丽的小姐叫做刘新宇，也住在你们这个小区，不过她是16号楼。在昨天晚上呢，我跟她见过面，还有她的父亲，都见过。李先生，你现在是不是可以给我解释一下，这位刘新宇小姐为什么会在你的房间里呢？请你们相信我，我绝对没有加害刘小姐的意思，真的。刘小姐，你认识这个人吗？你还记得是怎么来到这个家里的吗？我记得，我是来找一个我喜欢的人。李先生，这又怎么解释呢？又或者说，你想跟我解释一下关于怪物的事情？为什么这个刘小姐在今晚说要寻找怪物的时候，会突然寻找到你的房间来？童心，先把刘小姐送回家，我跟李先生单独聊聊。哦。种种迹象表明，李东灿一定隐瞒着诸多的事情，而这些秘密肯定都与这个叫做刘新宇的女孩有关。那么接下来从李东灿的口中会道出怎样的事实呢？刘新宇到底得了什么病？这一切又和神秘的怪兽有着怎样的联系呢？让我们提起精神，一起进入本集的精彩故事。怎么样，李先生？现在可以跟我讲讲了吧？其实，我是神经系统有着很大的障碍。你说的通俗点。就是医学上所谓的精神分裂症。自从我失职以后，我就开始头痛，而且一次比一次厉害。就在上周，我又头痛之后，我发现我晚上根本就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在我的身体里面就好像有2个意识，一个是我自己，而另外一个就像恶魔般的存在。于是你就打扮成怪物的模样，出现在小区里。不，也不能这么说，因为我控制不了我自己。一到晚上，我就想打扮成那个模样，出去乱跑，就像野兽的兽性。这怎么可能？是真的，我没有骗你，请你相信我。好，我暂且相信你。不过这一切你说白天不说，根据我的判断，你白天特地把我们请到家里，其实就是想告诉我这一切的。其实，当我看到你们，就特别的想把真相告诉你们，但是后来我又想了一想，我怕我把真相告诉你们以后，你们就会把我当成恶魔一样看待，所
所以我就编了那个故事。那么那个变成恶魔的你，伤害过其他人吗？当我变成恶魔的时候，其实我本身的意识还是有一些的，只是越来越弱。直到有一天，我看见刘小姐的时候，我发现那个恶魔的我突然间变得理智了，而且非常想和刘小姐说说话。更何况，我似乎发现刘小姐身体里好像也存在着某些精神疾患。哦，刘叔叔，童记者，新宇，你们怎么在一起啊？啊，刘叔叔是这样，我们调查怪物的时候遇见了新宇，怕他碰见危险，所以先陪他回来了。新宇，你没事吧？新宇，你爸，我累了，我先睡了。叔叔，新宇他到底是怎么了？您说吧，兴许我们还能帮上什么忙呢？这说来啊，就话长了。新宇从小就没了妈，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他拉扯大的。新宇从小是个懂事的孩子，可是你也知道，有些事情我这当爹的是不好过问的。新宇他一直挺正常的，就是在大学快毕业的那一年，她交了一男朋友。我瞧着那男孩啊，是特别的不靠谱，我就坚决反对。可是没想到，我是真没想到，新宇这孩子脾气太倔，先是跟我生气，后来就不搭理我了。我那时候也生气，就跟他这么拧着，非得逼着他跟那男孩分手。这么一来二去的，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新宇啊就有点不太正常了，一会儿哭啊，一会儿笑的，竟是说一些个他脑子里头幻想的事情。我觉着不对劲儿了，就赶紧带他到医院去做检查，可是也没检查出什么来。那大夫就说这孩子得了一种什么非常奇怪的精神病。打那以后啊，就是必须得靠药物才能维持他的正常思维。行，刘叔叔，这情况呢我都已经知道了，您放心，我一定会尽快的帮您联系专家。那这时间也不早了，那我就先不打扰您了。那谢谢您啊，谢谢您给我们帮忙。新宇这孩子呀，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哎，我知道，您放心啊。好，叔叔甭送了。好。你是说刘新宇的病吸引了你？确切的说是吸引了你体内那个怪物。是的，一开始我也觉得很奇怪，可是当我看到刘小姐吃的是什么药的时候，我似乎明白了。因为我的身体发生了变异，可能能够感觉到对方的身体里是否存在的精神疾患。一旦确定对方有精神疾患，
可能就是特别希望和对方交成朋友。这么说，你还成了变异人吗？记者同志，我知道你肯定以为我在胡说八道，但是如果你知道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你就不觉得扯了。行，你说说。是这样的，我之前是完美生物科技公司的研究员，主要研究变异的各种细菌。那天晚上，我加班来到公司，突然间发现自己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细菌培养皿，我还以为是哪个同事放到我桌子上的，但是没想到，当我拿起来的时候，那个培养皿就碎了。后来呢？后来我也没觉得怎么样，但是1周以后，我就觉得我整个人像疯了一样，意识变得越来越模糊，也变得越来越不正常。你是说在那个密封的培养皿里装的是一种有毒的细菌？不可能吧？你们可是生物公司，怎么可能这么随意啊？我们这里的管理还是很严谨的，特殊的细菌都会特殊管理。正是因为这样，当时我根本就没有想这里面的细菌会有毒，而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盘子会在我的桌子上。我当时真的以为这里面可能就是普通实验的培养菌，没有想到。那要照你这么说，这就不应该是细菌了，而是一种病毒。也许是。当时这个实验室里只有你一个人被感染了吗？是的，我们的实验室都是密封的。那天晚上只有我一个人在实验室。那照你这么说，这个病毒是靠呼吸来感染的？也许吧，但这不是我的真相。所以，你怀疑是有人在故意加害你？不知道。当我第2天来到公司的时候，那个密封培养皿就不见了，而且我问了所有的人，没有人知道谁在我的桌子上放了那个密封培养皿，也没有人知道有什么新型的神经细菌的研制项目。但是自从那天以后，我就开始觉得自己的身体里面有了那个怪物的存在，而且它总出来，这种欲望越来越强烈。我也开始觉得越来越控制不住，直到有一天，我彻底控制不住了。
当时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变得非常的疯狂，于是我仅存的一点意识告诉我，自己必须要死，只有这样才能将未来降到最低。想到这一点，我就疯狂地向楼顶上跑去。我觉得只有自己跳楼成功，就能避免无端的伤害。你要跳楼？是的。在天启大厦，完美生物的总部。是的。但是我跑到楼顶上的时候，我发现有个人想要上来救我，于是我就大声的喊：“不要过来！”但是那个人，他好像感觉到我的意识是清醒的，一心想要过来阻止我。于是我就决定在那个人上来之前跳楼。但是我没有想到，就在我跳楼的一瞬间，突然间有个人冲过来，大声喊着：“等等，等等，我是记者！”哎，去哪儿啊？等警察来处理吧。不能再等，这多一分钟就多份危险呀！咱俩先上去看能帮助他吧。我恐高。没事，我自个儿上去吧。放心吧。童宇，什么？你怎么了？李先生，你告诉我，当时那个记者冲向你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忘了，我忘了，不知道了。我告诉你，当时冲向你的那个人是我的同事，我的兄弟，他叫童宇。你告诉我，当时到底发生什么？他到底是怎么掉下去的？后来那个记者就冲了过来，他刚要拉住我的时候，但是这个时候他背后突然间冲出来一个蒙面人，那个蒙面人一把拉住了我，然后就一下子将那个记者推了下去。快过去看看啊！快过去看看，这不是刚才上去救人那小子吗？是，我的天，他死得太惨了！快叫警察！叫620！哎呀，看着，快打120啊！快点，有人跳楼了，快点！哎呀，快救人！快救人！那后来呢？后来我就没有意识了。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却发现已经在家里了。之后我试图回到完美生物了解情况，但完美生物却销声匿迹了。之后的事情你都知道了。那个蒙面人，你知道是谁吗？我
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对不起，你都听到了。那次的事故不是个意外，他是被人推下去的，是不是？你怎么了？你最后见到的那个人，那是我哥哥，童宇。主席，无锡，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事情查清楚的。怪物是李东灿装扮的，而更准确的说，怪物是李东灿体内的另一个自己。这不禁让我们想到了李安导演的一部电影《神奇的浩克》。电影中的主人公浩克是超级士兵计划的失败产物，他因为在实验中受到辐射而发生了变异，一旦受到刺激，就会变成狂暴的绿巨人。而变身之后，他会失去理智，情绪暴躁，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这一切和李东灿何其相像啊！不过，唯一的区别是，造成李东灿变异的原因是病毒。现在，这个科幻电影中才会出现的情节就发生在元旭的面前，而且更是牵扯出了自己最好朋友童宇的死亡之谜。至此，元旭有了一种感觉，只要找出令李东灿突变的秘密，或许就能揭开童宇的死亡之谜。这么说，我哥的死不是个意外
他是被人推下楼的，是吗？这么说，你也早就知道我哥的死有问题，对吗？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哥哥，我一直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可是没想到，东西，你哥哥他是一个好记者，一个非常好的记者，他为了救别人可以付出他的一切，我非常的敬佩他。我就是因为我哥哥，才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记者。所以呢，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况且你哥哥一直都没有离开咱们，他永远都活在我们心里。好了，时间也不早了，咱俩休息吧。还有，你放心，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都一定会找到楼顶上那个蒙面人，让他为童宇的死付出代价。我跟你一起。好。哥哥，哥哥，你别走，你别走，哥哥。哥哥不走啊，没事儿，哥不走。严记者，你怎么来了？怎么不欢迎我呀？哪里啊？快请进。我去给你倒杯水啊。哎，行，谢谢啊。
袁局长，喝水。哦，谢谢。外面聊吧。您这回来想了解些什么？哦，还是关于童宇的事情。啊，那记者啊，这个我恐怕帮不上什么忙。李先生，我只有最后几个问题想再找您确认一下。那你问吧。李先生，当时童宇跑到楼顶和您说话的时候，您的意识是否还是清醒的？我当时的意识是有一点的，但是状态是不再清醒的。那他当时都和你说了些什么？当时他上来跟我说有什么想不开的，或者有什么样的委屈，可以跟他说。他说他是记者，可以帮我解决问题。但是我当时觉得我自己已经在崩溃的边缘了。不瞒你说，我当时有个冲动，就是想拉童记者一起跳下去。你能确定童宇不是被你拉下楼的？还有那个蒙面人，不是你中毒后产生的幻觉吗？这一点我完全可以肯定。哎，袁记者，你不会是怀疑我害死了童记者吧？李先生，我觉得在真相没有揭开之前，我有理由去怀疑任何一种可能性。你说呢？李先生，如果你所说的这些都是事实的话，那你有没有想过，在你身上所发生的一切，其实是有人在背后故意而为之呢？当我清醒之后，我确实这么想过。但是你也知道，我被完美生物给辞退了，找不到他们的总部了，所以就算有怀疑的话，也没有对证。李先生，那么根据你的经验来看，你之所以会出现意识模糊、行为癫狂的症状，是因为你本身就有这种病症，还是因为那个蜜蜂的培养皿？我本身没有那样的病症可以引发这样的症状，但是自从我那天不小心打破了那个细菌培养皿之后，我才逐渐有了这样的症状的。那你在公司的时候有没有跟同事闹过矛盾，又或者说得罪过什么人？你也知道，像我们这种搞研究的，本身就不太会和人打交道。我在完美生物上班的时候，基本每天都在实验室里搞研究，很少与人交谈，就算有交流的话，也是关于学术上面的探讨。所以，您觉得我会有什么样的仇人呢？这么说，可以排除你被感染是人为的可能性。就像您说的，在真相没有解开之前，任何可能性都有。李先生，其实只有两种可能。第一，你被病毒感染纯属巧合，而你为了将病毒的扩散控制到最小，于是选择了跳楼，因为你知道这种病毒是靠空气传播的。而此时童宇恰好经过，为了救你不小心失足坠楼，而你所说的蒙面人只不过是你中毒之后产生的幻觉。第二，你被病毒感染并非巧合，而是有人在背后故意为之。同样，你为了将病毒的扩散控制到最小，于是选择了跳楼。而在此时，童宇恰好经过，而蒙面人看到童宇之后，担心童宇发现什么秘密，又或者说童宇已经发现了什么秘密，所以蒙面人为了灭口，推童宇下楼。这种可能性也有。李先生，不过据我所知，你现在还是，而咱们所在的这个城市也并没有出现什么病毒，或者说是类似于您现在的症状。
那这个问题你又怎么解释呢？袁旭，袁旭，袁旭。喂，蓝天，我想请你帮我个忙。我想请你帮我查一下我哥出事儿那天那边的监控录像。啊，拜托了，蓝天哥。就是我找到一些线索，可以证明我哥是被人推下楼的，所以你放心，我肯定保密。好，谢谢你，蓝天哥，再见。袁旭，新宇啊，该吃药了。我没有病，你为什么要天天逼我吃药？就算我有病，我也愿意活在我病的世界里。我求求你们，别再逼我吃药了，好吗？难道我连自己喜欢什么的权利都不能有吗？新宇，新宇，你别这样，你也知道自己有病，那有病不吃药行吗？新宇啊，你放心，你把这些药吃完了，你的病就会好的。到那时候，爸再也不让你吃药了，啊！新宇，骗子！你们都是骗子！我没有病，你们才有病！你们就是不想让我喜欢的人和我爱的人跟我在一起。我好狠毒啊！我没有病。没有，新宇，爸都是为你好啊，新宇。喂，是童记者吗？我是龙盛小区的老刘，我女儿是刘新宇。哎呀，我女儿的病啊又严重了，请你们帮帮忙吧！啊，哎，好，那谢谢，那谢谢你们了，我等你们来。哎，好，你们快来吧，好。谢谢。袁机长，其实这一点我也非常疑惑。当我意识能记起的最后时刻，那个蒙面人将我拉了回来，但是后来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我在醒来的时候就已经在家里了，但是时间已经过去了5天。李先生，如果再加上你莫名失踪这条线索的话，那么刚才我所分析的2点，就只有第2点可以成立了，也就是说，有人在背后试图掩盖着什么。
李先生，现在能跟我谈谈完美生物还有你的工作吗？此时，袁旭的注意力已经放在了完美生物这家研究生物化学的公司身上，因为李东灿和他所在的实验室很有可能就是病毒产生的原因。一般来讲呢，实验室会分为3类。第一类是树立在大学里面，从属于大学或者是由大学代管的实验室，比如说英国剑桥大学的卡文迪什实验室。第2类实验室属于国家机构，有的甚至是国际机构，有好几个国家联合承办，他们大多从事于基本计量还有高精尖项目等等。而第3类实验室直接是归属于企业部门，为技术的开发与研究服务，最著名的有贝尔实验室和 IBM 研究实验室。完美生物的实验室就属于第3类。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个普通的企业实验室中会出现如此恐怖的病毒呢？在下一集迷局当中，我们将会继续为您镜子，镜子，你说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人，真的就那么难吗？我就是喜欢那个人，那个人为什么不来见我了呢？亲爱的，等我消灭完所有阻碍我们在一起的人之后，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了。大家好，欢迎收看《迷局》第2季。我想通过刘新宇的表现，大家大概能够了解到患有妄想症的精神疾病患者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了。一般来讲，妄想症患者除了会有奇怪的臆想之外，还会伴有程度不一的精神分裂症状。而妄想症的类型也有很多种，其中典型的就是被害妄想、关系妄想、疑病妄想以及情爱妄想等等类型。而刘新宇所患上的就是典型的情爱妄想症，症状表现为对某个人、某一件事情或者是某一种动物产生了不可自拔的感情或者是爱情。而此时刘新宇所喜欢的对象正是一个不可能存在的怪物，并且最终越陷越深，直到完全失去了自己正常的人格。袁记者想知道什么？就先从你的工作说起吧。我的工作，我是一名生物科研研究者，大学毕业以后就一直在完美上班。你的具体工作是干什么？概括地说，就是将细胞生物学应用到研究中，掌握细胞的遗传基因，分析细胞的 DNA 结构，从中找到一些规律，然后根据这些规律来改变各种细胞的遗传基因和 DNA 结构，培养出对人类有益的细菌。能举个例子吗？比如说乳酸菌。乳酸菌呢是人类身体不可缺少的一种菌种，但并不是所有的乳酸菌都可以直接用于人体，所以呢，我们就试着将一些乳酸菌进行改良，直到有益于人体。这么说来，你们做的工作就是改良各种细菌？对，可以这么说。那么如果在改良的过程中出现失误或者失败的话，会不会培养出有害的细菌？比如说让你的思维失常的细菌？理论上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在现实中发生这种几率的是1万分之1，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可是就算是1万分之1的几率，也不代表它不会发生，对吗？
而且我认为从事科学的人都是非常严谨的，不管这个几率存在有多小，只要它存在，就必须要承认。你是说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研究者吗？哦，那倒不是。不过从阴谋论的角度来讲，或许发生在你身上的一切根本就不是一个巧合。所以说呀，你们这些搞研究的人最不擅长的就是与人斗争。你想想看，为什么会在你的办公室出现一个原来不应该有的东西，也就是那个蜜蜂的培养皿？李先生，以你的经验来看，那个培养皿有没有脆弱到只要你一拿起来就会破了的程度？这个不会。虽然玻璃器皿很容易摔碎，但是我们很少会出现这样的失误。再说了，那天我只是拿起来看了一看，结果就碎了。也就是说，那个培养皿在你拿起来之前，很有可能就已经坏了。李先生，我觉得是有人故意把它弄坏，然后再放到你的实验室中，而目的就是为了等你拿起来时让病毒感染你，利用这种方式让你变疯。那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这就要问你自己了。真不知道。咱们暂且先放下那个疑问，讨论下一个问题。完美生物的主营方向是什么？帮助一些制药厂家研制新药，研发一些新的菌种，找到克制病毒的方法。他们企业的效益怎么样？据我所知，很好。这么说就奇怪了，一家高科技公司企业效益又那么好，怎么可能会在突然间就销声匿迹了呢？另外还有，如果说那个让你感染的人想要置于你死地，那个蒙面人为什么还要救你？李先生，我想请你把你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当时那个冒死救你的记者到底是怎么掉下去的？可是我真的无能为力了。难道你就不想知道，在你身上发生的一切到底是为什么吗？还是你根本本身就知道真相，一直在对我说谎？袁记者，不好意思啊，我有些不舒服，你让我静一静，如果我想到什么了，我就第一时间通知你，好不好？另外，童记者为我做出的一切，我很感激。但是关于他的死，我感到愧疚。麻烦你帮我向童记者的妹妹说声抱歉。希望你对我所说的一切都能够对得起你的良心，还有死去的童宇。袁旭，睡醒了？咱们不是说好一起的吗？你怎么又丢下我自己跑来调查？嗨，
我不是看你睡得正香呢吗？不想打扰你。哎，对了，你怎么来这儿了？我是来找那个刘新宇。刘新宇，他怎么了？他爸给我打电话了，说刘新宇现在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向咱们第三视角求助来了。所以呢，我就过来了解一下情况。对了，我给蓝天哥打电话了，让他帮忙调查一下我哥出事那天天启大厦楼顶上的监控录像，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线索吧。对了，你那边怎么样了？我调查到了一些情况，不过有用的不多。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办？先等等吧，我总觉得那个李东灿好像对我还有什么隐瞒，我再想想办法，看能不能再从他嘴里套出来点什么情况。毕竟这种事儿逼得太紧，也不好办。要不你就先跟我去刘新宇家看看吧，说不定真得给他请个专家好好看看。童熙，怎么了？你……我说元旭，你怎么也变得这么磨叽了？放心吧，我没事儿，快走吧。哟，童记者、袁记者，来，请进，请进。哎，好嘞。刘叔叔，新宇呢？刚才跟我发了一通脾气，回他屋去了，半天没出来了。那您打电话叫我们过来是？我怕新宇这孩子这病啊越来越厉害了。那之前就没有看过医生吗？也看过，但是给的结果啊都一样，所以我就想请童记者帮帮忙，看看能不能找一位比较权威一点的这样的专家来给看一看。刘叔叔，找专家呢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但是我觉得啊，解铃还须系铃人。您之前有没有找过新宇的之前男朋友过来跟他谈谈呢？之前呢，有个大夫也是这么说的，可是我是怕新宇见了那小子之后啊，这病啊会加重，所以一直也没去找。谁知道去年秋天的时候，新宇这病啊忽然厉害了，我就想起人家大夫说的话，去找找呗。我就按照他那个当初留下那地址啊，找到了天启大厦。谁知道这地址是假的，根本就没有什么完美生物科技公司这么一个单位。你说我要化个什么妆才能和你般配呢？你是个小怪物，那我也要化成个小怪物。刘叔叔，
您说的这个完美科技就是在天启大厦里边吗？是啊，当初说的那地址啊，就是天启大厦。可是啊，那里边根本就没有这么一公司。哎，我想起来就生气。幸亏没让新宇跟这小子处朋友。你说，要是跟了这么一个没谱的小子，他能幸福得了吗？刘叔叔，您刚才说的那小子叫什么名字？哦，叫郭小健，和新宇是大学同学。那新宇大学时候学的是什么专业？这丫头从小啊就喜欢什么小动物、小虫子，所以她选修的是生物学。那个郭小健呢？郭小健，我听他们说过，学的是什么？哦，细胞生物。刘叔叔，我们能不能跟新宇聊聊？既然你想帮助他，我们还是和他本人谈谈。行，没问题。你们自己过去，我就不过去了，我怕他看见我心烦。行。谁啊？他还在，需要动手吗？明白。看样子他已经恢复的不少了。好的，我明白。新宇，新宇，我是电视台的童记者，咱们前天见过面的，我能进来跟你说几句吗？怎么？我去找刘叔叔看有没有钥匙，你继续敲着。行。新宇，你把门开开，外面天气可好了，我陪你去逛逛。新宇，亲爱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没有人再说我们不般配了。亲爱的，你觉得我这样好看吗？要了。一会儿你先进去吧，女孩子房间不方便，我在这儿等着你。行。新宇，那个，因为叫你好多声你没有答应，所以我们就问你爸爸要了这个钥匙来，你不要怪我们哈。怎么了？吓成这样？哎呀，他，
出什么事儿了？亲爱的，你一定要等着我。哎呀，我说不出口，你们自己看吧。新宇，我是原记者，我一会儿就带你去找你的心上人，好不好？你说的是真的吗？骗子！你们全都骗我！你们根本就不喜欢我的心上人。我没有骗你，新宇，我不会骗你的。我现在就带你去找你的心上人，新宇，好不好？骗子，都是骗子！你们已经把我的心上人害死了！新宇，你这是怎么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啊？新宇，爸知道，这都是爸的错。当初就不应该把你和郭小贱分开，当初就应该让你们俩在一起。新宇，新宇，爸错了。新宇，你就原谅爸爸吧。新宇。我没事了，你们还有事吗？没什么事的话，我想一个人待着。来，刘叔叔。刘叔叔，您放心，我肯定会尽快帮您联系专家。不过在找到专家之前，您千万看好新宇，不能再让他一个人跑到外面去了。好，那就拜托您了。刘叔叔，新宇吃的那个药是在医院开的吗？哦，这个药啊，不是，是郭小贱送来的。郭小贱，他怎么会给您药呢？是这么回事儿。新宇病了以后啊，这郭小贱啊，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消息，就找上门来了。是我没让他们见面，后来他就拿来好多药，说是从国外带来的，对新宇的病啊可能有帮助。开始的时候呢，我没要，可是这医院开的药啊又不太管用。后来我咨询了大夫，就开始吃他的药了。那这个药管用吗？这个作用倒是比医院开的效果要好一些，不过最近吃药的频率和剂量都增加了。这什么意思啊？可能是新宇这病啊越来越严重了，这发病的频率和吃药的剂量都增加了。原来每次吃1片，现在要吃3片才能控制住病情。刘叔叔，您这个药能让我带走一些吗？我想给专家看一下。行，带走吧。
那刘叔叔，那我们今天就先不打扰您了。但您放心，我们肯定会帮您的。好，谢谢，我送过你们。直到现在，刘新宇究竟是怎么患上情爱妄想症的？这一切都还是个谜。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李东灿精神系统所出现的问题，完全都是病毒惹的祸。大家可能会奇怪，真的会有这种病毒吗？说到这儿，我们就必须要先解释一下病毒是什么。病毒是一类个体微小、结构简单、必须在活细胞内寄生并以复制方式增殖的非细胞型微生物。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啊，病毒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小到造成感冒的流感病毒，大到世界上传染性最强、曾经造成死亡人数最多、扩散最广的天花病毒。但是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很多致命的病毒已经被人类征服了。早在30年前，世界卫生组织就宣布已经完全消灭了天花病毒，这是全世界医疗工作者的非凡成就。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至今仍然有很多病毒还无法消灭，甚至无法医治。比如说狂犬病毒会直接对人的大脑产生影响，引发精神系统异常。那么李东灿所感染的会不会是类似的病毒呢？而这病毒又是从何而来的呢？你想什么呢？我总觉得这些事儿都太巧合了。怎么可能在这几天内，咱们遇到的所有人和事都和这个完美生物有关系？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完美生物隐藏着什么秘密？另外，我也总觉得这个刘新宇的病也不太对。什么意思？你想想，李东灿是因为什么发病的？不是因为病毒泄露吗？那他发病之后的反应是什么？就是装扮成野人的样子，半夜出来吓人啊。那刚才刘新宇的样子和举动，说明了什么？可是，刘新宇怎么会得李东灿身上的病呢？刘新宇得病不一定是因为李东灿，可你别忘了，他的前男友郭小健，也是完美生物的人。我不明白这其中有什么联系啊？我想这背后一定隐藏着什么巨大的秘密。只要咱们能够解开这些谜团，就一定可以把害死童宇的凶手给找出来。这次，我一定不会放了的。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当然是先填饱肚子，然后呢，再回去捋捋线索。明天咱们再过来找李东灿。新宇，饿了吧？饭马上就好了啊！
新宇，新宇，咱们现在呢，就来分析一下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首先呢，是李东灿想要自杀，以求将病毒消灭在自己的体内，但是并没有成功，被蒙面人所劫持，后来失去意识。等醒来之后，就发现完美生物销声匿迹，然后自己呢，却得上了精神疾患。再然后就是野人的出现，其后证实是失去意识之后的李东灿。然后就是刘星宇的前男友随着完美生物一起消失了，而在消失之前呢，刘星宇患病，他的前男友就找借口给了刘星宇父亲治疗的药物。刘星宇在吃药之后，病情一度得到了控制，但是现在出现反复，病情好像变得很严重，而且服药的剂量也开始变大。你说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人，真的就那么难吗？我就是喜欢那个人，那个人为什么不来见我了呢？骗你，都是骗子。你说的没错，所以呢，现在摆在咱们面前的就只有2个疑问：第一，是李东灿的病究竟是人为所致，还是在偶然间造成的？这第二，就是刘星宇的病是不是也是人为所致的？你的意思是怀疑刘星宇是被人故意传染的？不排除这种可能。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从李东灿的嘴里套出最真实的，他最想隐瞒的关于完美生物的事实真相。可是人家不想说，咱们也不能逼着他说呀。所以咱们现在才在这里研究和分析出一些具体的东西来。可是我怎么觉得咱们现在越研究就越糊涂呢？董姐，我有一个非常大胆的设想，你说这个完美生物会不会是明着研究优化细菌细胞，而暗地里却是制造病毒的公司啊？你这也太扯了吧，跟看电影《生化危机》似的。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而且根据咱们现在所掌握的线索，完全可以肯定，这个完美生物的背后一定隐藏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或者说李东灿本人就掌握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所以才会遭人陷害灭口。只不过在他即将跳楼的关键时刻出现了某种变故，他才免遭一死。然而这个完美生物从根本上来看，它就是一家研究变异细菌的，所以就算它能研造出什么新的病毒，导致人们精神失常，也并不是什么天方夜谭的事情。你说的是有道理的，可是咱们没有证据啊。放心吧，会有的。我就不信他李东灿能把这秘密烂到肚子里。喂，您好，啊，刘叔叔，怎么了？什么？星宇不见了？啊，好，我们知道了，马上过来啊，您别着急。哎，刘星宇从家里跑出去了。你觉得他会去哪儿？李东灿家里。没错。亲爱的，不要再离开我好吗？你想去哪里，我都会陪你一起去。只求你不要再离开我了好吗？
我知道你也有委屈，没关系，以后我会一直照顾你，不再让你受一点委屈。亲爱的，你怎么了，亲爱的？你怎么了？我以为你不会再来了。你的意思是让我吃药？好，我为你做什么我都愿意。你去刘星宇家安抚一下刘叔叔，我去李东灿家，只要发现刘星宇在哪儿，我马上给你打电话，你就过来把他给接走。行，那你注意安全，我走了。好。李先生，我是不是又发病了？真不好意思，又打扰你了。哪里话，只要你没事就好。李先生，你能告诉我，为什么我这2次发病醒来，都是在你的房间里吗？这个其实很难解释，不过我倒想知道，想问一下刘小姐，你身边有没有认识搞生物科学研究的人啊？其实我之前就是学生物的。啊，那么刘小姐哪里就职呢？以前在一家医院工作，后来因为这个病的原因，就一直闲在家里了。哎，袁记者，有什么事儿？林先生，你说你这金屋藏娇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一改？袁记者，有什么事儿吗？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还有几个问题想再跟你请教一下。刘小姐，你爸一直在找你呢，赶紧回去吧，别让他担心。
慢点啊。那我就先告辞了。来，坐这儿。李先生，难道没有什么想跟我解释的吗？你指的是刘小姐？今天我又犯病了。当我出门以后，我发现刘小姐似乎在等待那个失常的我。当然，我记得我跟你说过，我现在犯病的时间越来越短了，并且能够尽量控制我自己的行为。所以当我清醒之后，我并没有及时的把刘小姐送回家，而是把她带到了我这里。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我发现刘小姐在犯病时候的症状和我犯病时候的症状有些相似，所以呢，我就故意把她带回我家，然后给她服用了平时我吃的药，结果你也看到了，是有效的。但是你的那些药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就不知道了。当我清醒了以后，我就在家里发现了这种药，然后收到了一条未知号码的短信，上面写着：如果你想控制病情，就必须吃这种药。啊，李先生，您看一下，您所说的药跟这个一样。表面上看来呢是挺相似的，但是还要经过化验之后才能确定。李先生，如果我告诉你，这个药是刘新宇的前男友给她的，而她的前男友也是你们完美生物的研究员，你会怎么理解这个问题？还是你从头到尾都觉得这所发生的一切只是一个巧合？你指的是刘小姐的男朋友？没错，一个叫郭小健的人。郭小健？怎么，你知道他？这个郭小健是我们研究所里面最疯的一个人。这孩子忒不让我省心了。叔叔别太担心了啊。新宇，你这是上哪儿去了？你不知道老爸在担心你吗？爸，对不起，我心情不太好，只是出去透透气。新宇，你没事就好。不过你下次要是再想出去玩呢，就给我打电话，我带你上电视台玩。还有啊，下次你要是要出去啊，跟刘叔叔打声招呼，刚把叔叔给急坏了。爸，我以后会注意的。没事儿就好，没事儿就好。哎，你饿了吧？我就给你拿饭去啊。爸，别忙了，我想和童记者单独聊聊，好吗？行，我没事儿，等你们聊完了，咱们一块儿吃。童记者，我们去我房间聊好吗？好。随着袁旭和童心一步步的调查，真相似乎也离他们越来越近。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一点：病毒。我们都知道，在历史上研究病毒的机构屡见不鲜。远的不说，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在我国东北曾经有一个臭名昭著的病菌实验部队，那就是日本人所建立的731部队。他们伪装成一个水净化部队，而真正所从事的却是病毒实验。他们将已知的病毒，比如说鼠疫、霍乱等等病毒是提取出来加以培养和改造，增加它的破坏力，然后在普通的中国百姓身上进行人体实验。很多年间，这些病毒曾经在各种战争中被战争狂人所利用，造成数十万人命丧黄泉，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虽然在1975年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推出，病毒实验被国际社会所禁止，但是至今仍然有个别组织或个人仍在偷偷地进行类似的实验。
那么，完美生物这家神秘的生物化学公司，以及在这里工作的郭小健，他们的目的又到底是什么呢？这一切的秘密，我们将会在下集故事里再来一一评说。